嗨，大家好！一说到拉伸，大家都能想得到的好处，可能也就是增加身体的柔韧性了吧？这也就导致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做拉伸，因为觉得柔韧性对自己而言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也不是舞蹈演员。再来呢，觉得拉伸不会让自己变瘦，所以有那个时间还不如躺在那儿刷刷手机。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拉伸非常重要。首先，由于久坐或者固定的工作或学习时的姿势，会引起某些肌肉、筋膜过度紧张，而造成肌肉失衡，继而引发体态问题，比如上体交叉综合症，包括圆肩、驼背、颈前伸等，就是因为胸大肌、胸小肌、肩胛提肌、胸锁乳突肌和上斜方肌的过度紧张及其它们拮抗肌的过弱造成的。还有下体交叉综合症和足趾扭曲综合症，也是由于相应的肌肉失衡造成的。其次，如果带着错误的体态进行运动的话，由于我们人体是一个完整的多关节的动力链，就会造成全身多部位的代偿、疼痛甚至受伤。比如，如果大腿内收肌群过紧，深蹲时就会膝盖内扣，造成膝盖疼、腰疼等问题。再来，运动前适当拉伸可以增加肌肉、筋膜等的弹性和关节的活动范围，可以防止运动过程中受伤。还有运动后的拉伸可以让肌肉从紧张收缩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初始状态，也会避免血液体液过多的滞留在下肢，还能加快恢复，缓解运动带来的疲劳感。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设计了这套全身拉伸运动，它具备前面所提及的所有这些矫正和改善功能。大家可以运动前或者运动后来做，或者犯懒不想运动的话，只做这套拉伸运动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今天的拉伸运动分为下半身拉伸和上半身拉伸两部分，我们从下半身拉伸开始做起。首先来活动一下髋关节，单腿轮流进行，每一侧15秒左右。动作要慢一点，发力不要太快太猛，不要感觉到疼痛，有酸酸的拉伸感就可以了。增加髋关节的灵活性，可以预防膝盖疼、腰疼等问题。好，换到另一条腿，我们身体左右两侧的灵活度、柔韧性可能会不对称，特别紧张的这一侧，我们平时要注意多拉伸一些，身体两侧对称了，才能避免一些不舒服甚至受伤的情况。好，接下来手往后挪远一些，让膝盖尽量碰触身体两侧的地面，动作要轻缓，不要用猛力。好，接下来我们身体转向侧面，大腿垂直于小腿，两条腿都是长长的往外呼气，同时身体慢慢往前倾，然后吸气，再次往外慢慢呼气的同时，腹部再一步下沉，慢慢靠近大腿，如此反复，要慢慢的深呼吸，尤其是要下意识的延长往外呼气的时间，这样会让副交感神经更活跃，肌肉更放松，拉伸效果更好。好，换到另一侧，大腿垂直于小腿，身体往前倾，手往远处延展，做到自己最大程度，感受到拉伸感就好。这个动作我们做30秒左右，在做拉伸时，尤其是静态拉伸，建议大家每个动作不要超过30秒，这样会大大降低拉伤的风险，也会避免持续时间过久的静态拉伸会降低跑跳等的运动表现。好，我们再来拉伸一下髂腰肌，这对改善骨盆前倾很有效果，也会改善腰痛。前侧腿的大腿和小腿垂直，后侧腿膝盖着地，并用脚背用力压地面，骨盆保持中立位，不要往前倾，可以感受到后侧腿、大腿根部的拉伸感。好，我们再用手勾住脚尖，往靠近臀部的方向拉，你会感受到大腿前侧的拉伸感。做到自己最大程度，有拉伸感就好，不要拉到有很强烈的疼痛感，会拉伤肌肉。好，
好，换到另一侧，前侧腿、大腿垂直于小腿，后侧腿膝盖着地，脚背、脚尖用力压地面，感受大腿根部的拉伸感。好，再来用手抓住脚往臀部拉，注意呼吸，不要憋气，要慢慢的深呼吸，感受大腿前侧的拉伸感。好，我们再躺到地面上，拉伸一下臀肌，主要是梨状肌。右腿脚踝搭到左腿膝盖处，用手勾住左腿膝盖处，往胸部靠近，可以感受到右腿臀部的拉伸感。梨状肌主要帮助我们外旋外展髋关节和维持骨盆的稳定。它过度紧张的话，除了会影响上述功能之外，还会发炎，引起坐骨神经痛等一系列问题。好，换腿，同样方法进行拉伸。注意呼吸，不要憋气，要慢慢的深呼吸。也可以用手这样勾住膝盖，拉伸感会更强。好，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拉伸大腿后侧，手抱住膝盖附近，尽量伸直腿并靠近身体，你应该会感受到大腿后侧的拉伸感。这里是腘绳肌，久坐很容易造成这个肌群的紧张，从而带来腰疼或跟腱容易受伤等问题。好，换到另一侧，同样的方法进行拉伸，腿尽量伸直，也可以勾脚尖，这样小腿后侧同时也会有很强的拉伸感。好，我们再来拉伸一下腰背部，手臂贴近地面，背部也尽量贴近地面，往一侧旋转腿，膝盖尽量贴近地面，要注意自己的感受，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就好，不要拉伸到疼痛。保持正常的呼吸，慢慢吸，慢慢呼，30秒左右。好，慢慢还原，我们再换到另一侧，同样的方法进行拉伸。上半身要尽量贴紧地面，你可以感受到侧腰比较明显的拉伸感。好，我们再来两脚先相对，膝盖往靠近地面的方向压，同时要收缩臀肌，也就是类似于提肛的动作，你会感受到大腿内侧内收肌的拉伸感。内收肌过紧是膝盖内扣、小腿外翻等下肢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动作非常建议大家有时间就做，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强的话，也可以翻过来，像右上角画面那样做一个青蛙趴来拉伸。做青蛙趴时要注意大腿和上半身垂直，小腿和大腿垂直，做到自己最大程度就好，不要产生强烈的疼痛感。好，我们再来拉伸一下小腿紧张的肌肉，下犬式。双手掌心着地，背挺直，肩膀放松，臀部尽量往上顶高，双腿轮流踩压地面。
如果你脚跟踩不到地面的话也没有关系，慢慢来。拉伸最重要的是频率而不是强度，不要拉伸到剧痛，这会让肌肉更加紧张，甚至导致肌肉拉伤。好，双脚脚后跟都踩实地面，保持10秒左右，感受小腿的拉伸感。好的，再拉伸一下足底。足部肌肉紧张的话，会造成下肢力线的偏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体态问题。好，下半身的拉伸结束，我们再来开始做上半身的拉伸。首先来放松一下肩关节和胸肌。左手掌心冲下，手臂与身体垂直，然后这样侧翻身体，感受肩部的拉伸感。注意拉伸的度，不要太心急，要注意避免拉伤。注意呼吸，不要憋气，要慢慢的深呼吸。好，还原，休息一下，再来让小臂垂直于大臂，同样侧翻身体进行拉伸，这个拉伸感会更强一些。翻身时要更缓慢一些，不要拉伤。这些拉伸可以很好的改善圆肩，让我们肩膀往后打开，让背变薄。好，换到另一侧，同样的方法进行拉伸。注意手臂要与身体垂直，慢慢侧翻身体。我们日常久坐伏案学习或者工作，特别容易造成胸大肌、胸小肌和一些拉动肩膀内扣的肌肉的紧张，从而带来圆肩、含胸、驼背等体态问题。所以这些个拉伸动作一定要记得经常做。好，我们慢慢还原，再来小臂垂直于大臂，继续拉伸30秒左右。注意拉伸力度，不要让自己有剧烈的疼痛感，有酸酸的拉伸感就好。好，我们再来让肘部触地，小臂垂直于大臂，另一只手压着手腕往地面靠近，感受到拉伸感就好，不要勉强造成拉伤。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的肩关节囊，改善翼状肩胛和斜方肌肿大等问题，也能缓解肩部的疼痛。好，还原放松一下。好，再来往下压，继续拉伸15秒左右。好，换到另一侧，同样方法进行拉伸。注意小臂要垂直于大臂，感受到拉伸感就好，不要勉强。好的，还原。好，我们再来拉伸一次。好的，我们做起来，再来做一个大拇指点赞旋转的动作。首先大拇指冲上，然后尽量往后往下方转，
再往反方向做一个最大程度的旋转。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和改善上斜方肌肿大的问题。好，再来拉伸一下肩胛提肌。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头顶上，脸转向右侧，低头，眼睛看向腋窝，鼻尖尽量的靠近腋窝，手往地面的方向缓降施加压力，感受从脖子后侧到肩胛骨上方的拉伸感。这个拉伸可以很好的改善久坐学习或者用电脑带来的肩颈酸痛，这也是矫正上体交叉综合征很有效的一个拉伸放松的动作。好，还原，我们再来做另一侧的相应的拉伸。右手放在背后，左手放在头顶，脸转向左侧，眼睛看向腋窝，左手缓缓用力，让鼻尖尽量靠近腋窝，感受肩胛提肌的拉伸感。好，还原，我们拉伸一下胸锁乳突肌，先找到左侧的锁骨，双手按压在锁骨下方，这里是肌肉的起点。头往右侧转，然后缓缓后仰，感受我们颈部侧面的拉伸感。好，慢慢的还原。好的，我们再来拉伸一次，15秒左右。好，还原，同样的方法拉伸另一侧，先固定锁骨下方肌肉的起点，然后头歪向左侧，缓缓往后仰，感受拉伸感。好，慢慢的还原。好的，我们再来拉伸一次，15秒左右。好，慢慢的还原。我们再来双手托住颈椎，头缓缓往后仰，进一步拉伸颈部的肌肉。双手托住颈椎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避免重力作用带来的头过度后仰而伤害到颈椎。好，还原，再来拉伸一下肩部，这是今天倒数第2个拉伸动作，很快就结束了。右手放到左手肘部，并往右下方缓缓发力，感受拉伸感。好，换到另一侧，根据你自己的拉伸感的感受来决定你手施加力气的大小。好，我们最后再来拉伸一下肩和手臂后侧，缓缓用力，不要拉伸过猛，造成伤害。
好，换到另一侧，也是做到自己最大的程度就好。这套拉伸非常建议大家每天都做一次，每周不少于5次，因为它不仅仅是放松肌肉、增加柔韧性，还能非常好的缓解身体各个部位的疼痛和改善体态等。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运动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